Hello，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今天我们要去京都新开幕的任天堂博物馆。任天堂博物馆是今年10月初才开幕的，再加上门票需要预约，而且是抽选制，想去但是还没有去过的人应该还蛮多的。这次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任天堂博物馆到底值不值得去吧。但是事情绝对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。这次去任天堂博物馆，其实很多地方都非常后悔。如果不想跟我们一样抱着残念的心情离开的话，记得要看到最后哦。有人没有带证件，不晓得等一下能不能进去。应该有很多人都听说任天堂博物馆的门票是需要先预约的。官网上有日文和英文的界面，门票是抽选制度，除了日期之外还要选入场时间。公布结果之后，有抽中才可以付款买票，那没抽中的话就是下次再努力咯。一次最多可以选3个入场时间，一个时段最多可以预约8个人。预约的画面也可以看出来抽选人数的多寡，像是周末和一早10点刚开门的时候，抽选人数都是最多的，那平日或是下午时段人就会比较少一点。最后一个要注意的是，任天堂博物馆的抽选门票是采实名制，因此在画面的最后要记得输入正确的所有人的护照姓名。入场当天也要记得带护照，以便工作人员核对。门票的抽选申请时间是在预定前往日的3个月前的1号开放，没有任天堂账号的话要记得事先申请。千万注意名字不要写错，不要拼错。当天入场的所有人都要记得带护照。没有带证件，不晓得等一下能不能进去。不过好李家在手机里面有护照和其他证件的照片，在跟工作人员说明之后，还好顺利过关。除了实名制的检查非常严格彻底之外，安全检查也很夸张，真的是夸张。任何形式的脚架、自拍棒都不能带，随身行李都要通过 X 光检查，还会检查饮料和液体。入館証ゲット。这确定是本人，又透过层层安全检查之后，终于拿到门票。门票上除了有写自己的名字以外，还有马里奥的图案。在这里有个小小后悔的地方，其实门票上的马里奥可以换成自己的密。在确定抽中门票付款完成之后，可以登录自己的账号，把门票也就是入馆证设定成要用自己的密。如果是朋友代表购买的话，可以用分配票券这个功能，把门票转到自己的任天堂账号后再做设定哦。门票最特别的是，它会附10个虚拟代币，可以等下在馆内的游戏体验区使用。我们抽中的时段是星期天下午的3点半，而任天堂博物馆的营业时间是到下午6点。1楼的入口处看起来人也没有很多，想说2个半小时的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。但这里真的是大错特错，人看起来没有很多，是因为大家都在游戏区里面玩。任天堂博物馆的园区主要分为展示区、游戏体验区和餐厅。展示区就真的是博物馆，而且也不能拍照。最多人来到的是游戏体验区，每张门票里包含的10枚虚拟代币就可以在这里玩任天堂的游戏。游戏画面可以选日文或者是英文。最受欢迎的应该是超巨大摇杆区和光线射击游戏。任天堂博物馆它有区分入场时间，但是没有规定离场时间。我们来的时候是礼拜天的下午，因此射击游戏和巨大摇杆的队伍2个都要排超过1个小时。如果不想人挤人，其实还有其他游戏可以玩，像是有历代任天堂主机的游戏区，1枚代币就可以玩7分钟。到一半的话呢，还可以继续氪金到打完哦。增加1只吧。对啊，我增加1只。
整个体验区的空间虽然不大，但每个设施几乎都要排队。最后鼓起勇气去超巨大摇杆区排队，各种机种加起来一共有8台。在排队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会来询问想要玩的机种。幸运的是，当下 Wii Sports 没有什么人在排队，虽然是平衡版，但2个人一起玩还蛮有趣的。往我这边一点点，再过来一点。你要不要交换？虽然没有一起玩到马里欧有点可惜，但不管是玩哪一个，都会自动帮忙拍照，之后可以登入任天堂账号免费下载哦。当天因为馆内的人太多，在体验完几个设施之后，虽然代币还有剩下，但我们决定先离开，去纪念品店逛逛。纪念品区比较像是游戏主机来做的周边商品，最受到瞩目的应该就是巨大摇杆的抱枕，不过不便宜就是了。拍多少钱8000， ？8000，你有在拍吗？现在？有啊，要多少钱？在这里，噔噔。哇哦，可是它超可爱的。最后来到一旁的餐厅，主要是卖美式汉堡为主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可以做客制化的汉堡，从面包、配料、酱汁、肉排，都有很多不同的选项，可以依照自己的喜欢做选择。最加分的是店里面的气氛，背景音乐都是播放任天堂游戏里面的音乐，整个超级疗愈。我们去的时候人还算少，但如果遇到中午时段的话，连入座都是需要排队的哦。以上就是我们超级不专业的任天堂博物馆开箱。如果想要一整天更尽兴的在里面玩的话，还是锁定早上的时段来会比较推荐哦。至于会不会抽中，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最后需要注意的是，任天堂博物馆最近的车站是在京都的小仓站，从京都车站过来大概需要20分钟，但如果是大阪过来的话，就会稍微有点远。希望以上的内容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依旧。